大家好，欢迎观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将分享一些方法来减少在 iMessage 和 FaceTime 上收到的骚扰信息。如果你也被这些信息烦扰，希望本期视频会对你有所帮助。我将介绍5种有效的方法，帮助你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FaceTime 的静音位置来电 ，iMessage 的过滤位置发件人。修改 FaceTime 通话与 iMessage 的联络方式，阻止电话号码、联系人和电子邮件。向 Apple 报告 iMessage 与 FaceTime 的骚扰信息通话，来帮助 Apple 识别骚扰内容。首先介绍 FaceTime 的静音位置来电。此设置可确保你只接收来自已存储联系人呼叫过的用户和 Siri 建议用户的 FaceTime 通话。位置号码来电会转至语音信箱，并在最近通话列表中显示。不足之处是该功能仅支持 iOS、iPadOS、macOS 用户仅可通过更改或关闭 FaceTime 通话通知来减少骚扰。这会导致无法即接听未知联系人的来电，或许存在重要来电。在开启前，建议权衡通过该功能减少骚扰来电的便利性与可能错过潜在重要来电的风险。开启 FaceTime 通话通知，及时查看未接来电。操作步骤：前往设置，点击 FaceTime 通话，点击静音位置来电，打开静音位置来电开关。iMessage 的过滤位置发件人，可将你的信息按以下分类整理：已知发件人、联系人发送的信息，以及与你曾有信息来往的人发送的信息。未知发件人，不在你通讯录中的人发送的信息，你不会收到这些信息的通知，可能导致错过银行、物流服务商等机构或个人发送的重要信息。建议开启后定期查看未知发件人或所有信息分类。操作步骤：前往设置，点击信息，点击位置与过滤信息，开启过滤位置发件人开关。接着是修改 FaceTime 通话与 iMessage 的联络方式，比如您发现您的某个手机号码、电子邮件地址遭到泄露，导致收到 FaceTime 通话与 iMessage 骚扰信息，您可以关闭此联系方式，也可以仅使用特定的电子邮件地址与家人、朋友等已知联系人联系。如果要增加联络方式中可选的电子邮件地址，需要确保 FaceTime 通话与 iMessage 已登录对应的 Apple ID， 并在 Apple ID 的电子邮件和电话号码中添加相应的电子邮件地址。FaceTime 通话的操作步骤如下：前往设置，点击 FaceTime 通话，在你的 FaceTime 通话联络方式勾选需要的联络方式。iMessage 的操作步骤如下：前往设置，点击信息，再通过下列方式收发 iMessage 信息，勾选需要的联络方式。您还可以阻止电话号码、联系人和电子邮件，来屏蔽指定电话号码、电子邮件的消息。对于 FaceTime 通话，在 FaceTime 通话 App 中，轻点要阻止的电话号码、联系人或电子邮件地址旁边的信息按钮。蓝色圈中的 I 向下滚动，然后轻点屏蔽此来电号码。对于信息，在信息 App 中打开对话，然后轻点对话顶部的联系人，轻点信息按钮，向下滚动，然后轻点阻止此来电号码。详情可以到 Apple 官方链接查看 https://support.apple.com/zh-cn-111110c。你也可以向 Apple 报告 iMessage 与 FaceTime 的骚扰信息通话。如果你收到可疑的 FaceTime 通话，例如看似来自银行或金融机构的通话，请将通话信息的截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reportfacetimefraud@apple.com。要查找通话信息，请打开 FaceTime 通话，然后轻点可疑通话旁的更多信息按钮。
要报告你通过信息收到的垃圾信息或其他可疑信息，请清点相关信息下方的报告垃圾信息。最后，您可以到 Apple 官方提供的网页，识别并避免社交工程欺诈，包括网络钓鱼信息、虚假支持来电和其他诈骗，中查找更多信息。https://support.apple.com/zh-cn/102568。最后，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您带来帮助。